到看到瑞宝和辉宝在小泳池里玩水的样子，我才理解爷爷们为什么总说自己经常从瑞宝和辉宝身上看到福宝的影子，像是给福宝复制粘贴了2个出来。姐妹3个这玩水的样子，以及玩水后身上这脏兮兮的样子，一贯的挖眉风。除此之外，姐妹俩现在都开始向往世外园区的生活了，这和福宝小时候一模一样。如果将姐妹3个放在一起，姨姨们能分别出谁是谁来吗？而这周爷爷除了忙着整理陪福宝回国的事情以外，瑞宝辉宝这里爷爷也没有落下。爷爷对宝家的爱一直都是平等且均衡的，只不过等将爷爷陪福宝回国适应的那几天里，瑞宝和辉宝就只能交由宋爷爷和盛熙阿姨照顾了。而这周江爷爷还抽空记录了一下瑞宝和辉宝在房间里的调皮样子。江爷爷早上来看瑞宝辉宝，辉宝正忙着玩饮水盆里的水，像是已经吃饱饭了，而瑞宝这里正独自在爱宝怀里干饭。江爷爷看着瑞宝这背影表示，瑞宝有点像蜡笔小新。辉宝自己折腾了一会儿，走向了妈妈和姐姐。爷爷猜想是辉宝也饿了。瑞宝听到声音后回头望去，发现妹妹过来了。接下来瑞宝的动作细节建议纳入北影教材。瑞宝向外挪动了一下身子，表示妈妈这里已经没有空了，挤不下妹妹了。而小脑袋和小嘴巴则在不断摇晃，拼命的吮吸着，争取在妹妹来之前多吃2口。辉宝表示姐姐不用担心，自己不是来和姐姐抢奶吃的。原来辉宝只是感觉无聊了，想和妈妈姐姐玩耍一会儿。辉宝扶着妈妈的身子爬到了妈妈的头上，辉宝这是在用一种很新颖的方式霸占着妈妈。辉宝3两下爬到了爱宝的头顶，但现在辉宝已经40-50斤了。爱宝表示太沉了，一侧身子给辉宝扔了下去。爱宝让辉宝老实一点，看看姐姐多么听话。但辉宝相比于吃奶更想玩耍，而爱宝这时则默默地看向了远处，心中再次默念轻声的。辉宝被妈妈训斥了一顿后，转头来到爷爷身边，开始折腾爷爷。淘气的辉宝试图抢夺爷爷的新手机，给手机镜头都弄反转了，这将爷爷可不干，因为这个手机还要带着去中国，方便和中国的专家交流福宝的事情。将爷爷牢牢抓着手机，将爷爷对辉宝讲的道理，但是有点对辉弹琴的意思。爷爷说爷爷的，辉宝则自己干自己的。今天的辉宝又被妈妈强行忤逆了。早上姨姨早起赶了班公交，来到爱宝乐园时是10点半，此时爱宝乐园还没开门。不过没一会儿，时间到了，爱宝乐园开始检票。姨姨进园区后，便以自己最快的时速跑向熊猫馆，在姨姨的努力下，成功赶上了第一波观看的队伍。此时瑞宝正趴在妹妹的屁股后面咬妹妹的尾巴，像是在说快点爬，不玩就下去。辉宝听到了姐姐的催促，用力的向前折腾了2步，这时刚好碰上了迎面走来的爱宝。爱宝见姐妹俩玩得正开心，没有去扫姐妹俩的兴，而是主动从独木桥上下来。爱宝走到小亭子旁闻了闻，然后来到小亭子上蹲坐在小亭子边上，翘起尾巴对着姨姨开始方便。画面太美，姨姨怕观看的姨姨们承受不来，便给镜头拉远了。爱宝方便完离开此地，此时的瑞宝顿感无语，妈妈是拿自己这个地方当厕所了吗？上完就走。江爷爷这时给爱宝送了一捧新竹子过来，而爱宝这边又宠幸上了辉宝。爱宝抱着怀里的辉宝，一滴溜给其扔到小滑梯上。爱宝表示生孩子就是用来玩的。爱宝枕在辉宝的小屁股上，感觉还很温馨。而辉宝表示，你说温馨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爱宝看辉宝这般难受，便放开辉宝让辉宝自己去玩了。此时5分钟时间到了，工作人员开始引导姨姨去室外园区，连爱宝都听见了。爱宝还回头查看，姨姨跟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到了室外园区。此时福宝正在室外园区遛弯。福宝这现在也过上了退休后老大爷般的生活，而此时真的大爷正在隔壁努力营业，养家糊口这一块儿还得是乐宝呀。刚夸完，乐宝就乐颠颠的跑回了家，一边跑一边喊下班喽，连头都不带回的。宋爷爷正在园区为福宝放置竹子，还有一块大窝头和一块大胡萝卜。宋爷爷将竹子分成2份，另一份放在了福宝的小秋千上，这样可以增加一点福宝的运动量，不至于让福宝在小亭子上坐很久，让其适当的活动一下身子。将竹子摆放好后，宋爷爷将刚才福宝吃剩的竹子进行收拾，防止一会儿这些竹子妨碍到福宝玩耍。宋爷爷将其清理好带走。宋爷爷离开后，很快福宝便从通道门走了出来。福宝出门后，先是在通道门上做了标记，而细节的姨姨发现福宝的背上好像蹭到了自己的青团，后背有点黄黄的。不拘小节的福宝对于这种小问题都是在所难免的。当福宝来到小亭子上时，姨姨发现福宝的额头上也有。福宝大概是刚才在房间里时在自己的青团上打滚了。
不过这都不影响福宝吃窝头。福宝转身坐下，便开始慢慢的享受自己的窝头了。福宝给小亭子上的窝头和竹子快速解决完，又来到了秋千旁。福宝隔老远就看到了秋千上的胡萝卜，所以大熊猫也不是都近视。福宝将胡萝卜咬了出来，就在福宝坐下来时，胡萝卜从福宝的嘴里溜了出去。福宝见胡萝卜跑了，立马起身去追。福宝拿到胡萝卜后，没有再去其他地方，直接原地坐下便开吃了。毕竟去哪吃都一样，因为这整个园区都是福宝的领地，在哪儿安全感都是一样的。福宝这坐在小树后，被树挡住的样子，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而今天宋爷爷还在福宝睡觉时，来到福宝园区，为福宝堆了一个小雪人。宋爷爷在树下卖力的忙碌，福宝则在树上使劲呼呼大睡。等一会儿，姨姨重新排队回来时，福宝的雪人已经没有了眼睛和嘴巴。不过这也不怪福宝，谁让雪人的眼睛和嘴巴是窝头和胡萝卜做的呢？雪人没了眼睛和嘴巴后，福宝感觉怪吓人的，感觉姨姨们也会害怕，于是福宝就给雪人解决掉了。福宝心想，这样姨姨们看了就不会害怕了。福宝正仔细闻着自己小木床上的气味，因为就在刚才，福宝的妈妈来过福宝的室内园区。随着瑞宝和辉宝的长大，爷爷准备打算让瑞宝和辉宝来室外营业，但在此之前，爷爷计划先让爱宝重新熟悉一下室内园区。等爱宝对室内园区熟悉且重新恢复安全感后，爷爷才会让爱宝叼着瑞宝和辉宝出门。而通过今天爱宝出门营业的这段时间，可以看出爱宝这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恢复得很好，面部圆润，眼神明亮。姨姨们看到爱宝的这个状态后都很开心。而福宝闻到妈妈的气味后，虽然没有什么应激反应，但却一直沉浸在妈妈留下的气味中，始终不愿走出来。爷爷曾说过，大熊猫会用自己的气味为对方写信，不知道是不是爱宝给福宝留下了什么字句。平时不太在小木床上方便的福宝，今天闻过妈妈的气味后，直接在小木床上方便了起来。这或许对大熊猫来说是宣示自己的领地，也或许是福宝给妈妈留的回信。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最后来到了树上休息，而爷爷此时一直在园区观察着福宝，看福宝会不会发生什么应激反应。但福宝此时表现得很好，不仅让爷爷放下心来，而在园区里观看的姨姨们看到福宝这乖乖的样子，也表示很心安。而根据爷爷们的计划，等1月份爱宝和双胞胎熊猫宝宝就可以出门正常营业了。到时爱宝和双胞胎熊猫宝宝会营业上午，福宝会营业下午，想必这样福宝以后就会轻松很多了。而姨姨们也迫不及待的想看瑞宝和辉宝在园区打闹的样子。今天江爷爷在咖啡店开了一个读书会，书的内容就是之前江爷爷所出的那本关于福宝的书。爷爷在做客节目时总是以福宝经纪人的角度去分享故事，例如这次自己的书被选中读书会时，爷爷会说这是福宝的书被选中，总是把自己的全表达成是福宝的。爷爷在这次读书会中讲到，福宝出生后让自己感觉很幸福，所以自己就会想，福宝带给了我幸福，那我也要加倍带给福宝幸福。江爷爷谦虚的讲，自己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动物那里学习来的，例如养育福宝时的爱宝，爱宝很明确的画了界限，哪些是福宝能做的事情，哪些是福宝不能做的事情。当福宝在做自己允许的事情时，爱宝不会对其进行任何阻碍，会让福宝自己放开的玩。但当福宝去尝试那些危险的事情，也就是福宝做爱宝不允许做的事情时，爱宝会立刻对其进行制止。而且爷爷仔细的观察发现，现在爱宝在带瑞宝和辉宝时也是这样，对需要做的事情就会放手让他去做。江爷爷强调，并不是不会担心，爱宝也会感觉到不安，以至于一边吃东西时还要一边时不时看着福宝，直到最后福宝可以独自熟练的爬树、打滚、奔跑。江爷爷还表示，自己经常会收到来自福宝姨姨们的疑问，例如为什么不去帮福宝，为什么把福宝放在冰凉的地上。江爷爷反问道，是让动物们保持动物自己的天性好，还是直接原封不动的传授给动物方法？江爷爷表示，动物们也需要独自学习。这次江爷爷在讲到福宝要回国的事情时，表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一生当中都是在不断的学习和适应，例如遇见不同的人，去到不同的地方，一直遇见新鲜事物，然后去学习，去变亲近。江爷爷说，或许这样去想应该是最明智的吧，在眼前时就好好爱，离开时再去努力的为他应援。宋爷爷在最新一次采访中讲到，爱宝快要带瑞宝和辉宝来室外园区玩耍了，而就在昨天和前天时，爱宝已经开始出来适应园区了。宋爷爷还在这次的采访中表示，瑞宝和辉宝现在生长发育的很好，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跑得非常快，
而且现在也到了需要扩大瑞宝和辉宝生活空间的时候了。后面会继续循序渐进的让爱宝出来适应园区，等爱宝完全适应园区后，就会让爱宝陪着瑞宝和辉宝一起出来玩耍。而通过爷爷账号发布的最新视频可以看到，爱宝这次出门后玩了没一会儿，就来到了奶爸的门口，想要让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去，之后便一直在门口等待。爱宝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行的，因为还没有恢复对园区的安全感，所以这时如果让瑞宝和辉宝跟出来，反而是爱宝的一种负担，甚至压力太大，或许还会出现应激反应。不过爱宝在早上出门后，还是像之前一样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虽然爱宝已经很长时间没出来了，但吃饭这件事情，爱宝似乎仍是记忆犹新。爱宝吃过竹子后，便开始在园区闻来闻去。爱宝的每一步走得都很优雅。爱宝还走到福宝睡觉的小树上闻了闻，或许是这里存留福宝的气味最重，但爱宝没有爬到树顶，只是闻了闻独木桥。明显可以看出，爱宝此时对园区没什么安全感。不过相信随着爷爷们的努力，爱宝会很快恢复对园区的信任的。到时候爱宝就可以领着瑞宝和辉宝出门玩耍了。来看看瑞宝和辉宝跟福宝姐姐换房间后每天都在干什么。此时瑞宝和辉宝正在通道门口研究着出去的方法。看样子这俩姐妹上次应该是没有被福宝姐姐吓着，而爱宝为了防止上次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一直都在门口陪着俩姐妹。爱宝为了这3个女儿真是操碎了心，毕竟一碗水很难端平。辉宝一边走一边摸索，走到了体重秤上。爷爷给辉宝看了看此时的体重 11.2千克。辉宝听到自己的体重又被曝光了，立马转头离开。毕竟辉宝是女孩子，爷爷老是公开宣布自己的体重，多少有点害羞。自己总是被姨姨们说是小肉团子。一会儿福宝要下班回家了，瑞宝和辉宝必须回房间了。辉宝和瑞宝来到房间后更是调皮，在小木床上练习攀爬。爱宝看到瑞宝爬到床上后，还上前提醒瑞宝要小心。现在瑞宝和辉宝真是会的越来越多，每天看着妈妈在体检台上伸出手后就有小零食吃。现在瑞宝也学会了，但现在瑞宝的小手还不够长，根本够不着扶手。但爷爷夸赞瑞宝干得很棒，提前掌握了检查的动作。而这周宋爷爷也分享了福宝的情况。此时福宝正坐在角落乖乖的吃窝头，福宝的状态看上去还不错。而此时的乐宝又在伸着脚丫跟奶爸打招呼了。乐宝每天都能让爷爷忙碌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乐宝妥妥保家开心果。爷爷刚离开没多久，辉宝便蹲在了妈妈的饮水盆里洗起了屁屁。辉宝这调皮的样子跟福宝比起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爷爷挑逗着辉宝，辉宝前去追爷爷，给爷爷堵到了死胡同。辉宝和瑞宝前后夹击，爷爷被夹在角落，爷爷立马呼喊投降，求放过。辉宝看爷爷认输了，又转头去到饮水盆前洗屁屁去了。辉宝这个淘气包真是可爱。江爷爷说，这周自己为福宝的园区做了改建，给地上铺了新的稻草毯子，基本是对园区的所有主路都进行了覆盖。另外还给福宝树上的独木桥拆了下来，放在了下面。爷爷表示，这样双胞胎出门后就可以像福宝姐姐一样玩耍了。而且小木床上的躺椅也搬走了，爷爷对小木床进行了加固，并多加了一块挡板，防止瑞宝和辉宝玩耍时掉下去。为了瑞宝和辉宝的安全考虑，后面爷爷还会给小树增加防护。如果加了防护，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福宝玩耍。爷爷表示，以上就是目前园区的改造了。再来看看福宝这一周的生活吧。晚上爷爷来到福宝房间，此时福宝正在吃竹子。从这个角度看福宝小小的，很是可爱，一点也看不出福宝有200斤。江爷爷是会找角度的，给福宝拍的瘦瘦的。而隔壁的乐宝刚产完青团，看到奶爸来了，乖巧的走到奶爸身边和奶爸问好，顺便看看奶爸有没有给自己带小零食过来。乐宝呲着大牙等待奶爸的投喂。现在的乐宝站起来后，爷爷都要仰着头看乐宝了。只不过咱就说，乐宝咱这肚子吃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乐宝被奶爸说的不好意思了，坐了下来，挠了挠头，让爷爷和姨姨们不要说出去，怕爱宝知道后会嫌弃自己。表示最近会努力健身的，毕竟爱宝马上就要来室外了，乐宝也要开始注意形象了。今天韩国大雪，而姨姨并没有受天气的影响，依旧起了大早，来到园区看福宝。姨姨坐车排队来到园区时，已经是12点了。姨姨刚到园区就发现了今天园区和昨天有了些不一样。昨天崭新的地毯到现在只有1天就被福宝霍霍的不成样子了。看样子新的地毯很难坚持到2个妹妹出来啊。而此时福宝正毫不在乎的躺在树上睡觉，感觉没有了独木桥后，
福宝在树上睡得更惬意了。这个树杈就像是熊猫支架，很好的给福宝拖在树上。而与此同时，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觉。今天乐宝不再是杰比熊，不仅给竹子吃得乱糟糟的，还给青团拉在了小亭子上。乐宝今天主打一个享受，一边睡觉一边给自己挠痒。小生活单从画面看上去就很舒适，挠完痒，继续闭目养神，很快的便又打起了瞌睡。依依看了福宝5分钟睡觉的样子，这个时间里福宝一动都没有动。等依依去吃了个午饭回来，福宝也渐渐的要苏醒了。福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仰面躺在树上，像是在给自己晒日光浴一样。这个姿势依依看了，感觉有点不安全，翻个身很容易从上面掉下来。但福宝却很从容淡定。等依依第3次回来时，乐宝也睡醒了，也恢复了自己绅士的形象，坐在小亭子上开始吃竹子。而且还有依依分享了江爷爷在昨天的脱口秀中讲到，瑞宝和辉宝将在1月10日之前来室内园区。福宝正手脚并用的啃着独木桥，福宝这是想为妹妹们的即将到来清理一下这根独木桥，好让独木桥变得光滑一些。福宝看上去干得很卖力，爷爷们要是看到福宝这般卖力，高低得给福宝多加2块小苹果。福宝啃了一会儿，感觉有点塞牙了，坐起身给自己清理了一下牙缝，木屑掉在身上，福宝感觉有点痒痒的。福宝又给自己清理了一下身上的木屑。福宝稍作休息后，然后继续工作。福宝又工作了一段时间，感觉这个地方清理的差不多了，于是起身给自己换了个位置，然后继续进行清理。福宝一边工作一边玩耍。福宝除了漂亮可爱以外，还总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想法，古灵精怪的，所以才这般深受姨姨们的喜爱。甚至有时福宝的一些想法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这让姨姨们看久了，总觉得福宝身体里面藏着一个小孩。福宝耐心的给独木桥打磨着。除此之外，今天福宝在吃胡萝卜时，又被宋3岁哄骗着吃驱虫药了。福宝吃的满嘴倒沫子。今天下班时间到了时，乐宝和福宝早早的便坐在了通道门口，等待奶爸和爷爷的开门，表示自己要回家跨年了。爷爷看到后，依次给他们把门打开，让其回了家。而依依今天在排队时，还遇到了江爷爷团队在拍合照的样子。难得几人今天一起上班，福宝又在室外玩得不想回家了。好在今天是江爷爷值班，江爷爷来到福宝的通道门口，喊福宝进来。通常情况下，江爷爷的话福宝是听的，但谁知这次却不管用了。江爷爷在通道门口喊了一会儿福宝，看福宝没有什么动静，江爷爷走出园区，去园区里哄福宝。好在这次江爷爷回来时，只是喊了一声福宝，福宝就乖乖走了出来。福宝还是给爷爷面子的，江爷爷的话对福宝来说还是管用的。福宝来到园区后，去到了小亭子上找小零食吃。福宝坐在小亭子吃窝头时，江爷爷来到了园区。福宝这一脸蒙圈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可爱。福宝乖乖坐在小亭子上，看着爷爷在园区忙碌。爷爷走去哪，福宝的眼睛就跟去哪。爷爷走时，福宝还懂事的和爷爷说再见。福宝吃完竹子后，便坐在小亭子上等下班。福宝用小手给自己挠着小屁股，福宝身上的肉一颤一颤的，福宝就像是一个秋弹的糯米团子，着实惹人喜爱。而乐宝此时正在室外园区吃竹子呢。这乐宝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种坦率且舒适的样子，有好吃的自己就吃，没有好吃的就不吃，因为乐宝知道奶爸看自己吃的少时，就会给自己另送新竹子过来。辉宝呼哧呼哧的跑到通道门口，然后在通道门口停了下来，等待着姐姐和妈妈。等妈妈和妹妹一起赶到通道门口后，母女三雄一起走出通道门，来到室外园区。辉宝对室外园区越来越熟悉了，而瑞宝还停留在观察通道门口的阶段，一有不适就往家跑。而辉宝则在园区开始四处观察，在园区留着自己的气味。而此时宋爷爷正在旁边守着瑞宝和辉宝。辉宝穿梭在草丛中，身边的小草和小树被辉宝衬托得很大，就像是身在树林一样。爱宝看到瑞宝和辉宝不敢上前，便来到门口引领瑞宝和辉宝。有了妈妈在身边，瑞宝和辉宝便变得胆大起来，开始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姐妹俩一熊一边，仔细观察着室内园区的角角落落。辉宝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练习着攀爬，等辉宝能爬到小亭子上时，也就意味着爱宝的窝头和胡萝卜要危险了。瑞宝到时就可以偷吃妈妈的小零食了。而瑞宝这里在园区转着转着，来到了爱宝的身边。瑞宝让妈妈陪陪自己，但爱宝忙着吃饭，让瑞宝自己玩。瑞宝只好转头去找妹妹。现在室内园区对瑞宝和辉宝来说就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一会儿，爱宝去到饮水盆前喝水。姨姨们能看到辉宝此时在哪里吗？辉宝藏在了妈妈身后的小泳池里。
瑞宝和辉宝一圈玩下来，身上便搞得脏兮兮的了，有福宝姐姐当年挖煤时的样子了。想必很快瑞宝和辉宝就可以继承福宝煤球公主的称号了。一会儿爱宝往家走去，而作为爱宝跟屁虫的辉宝跟着妈妈的步伐乖乖的走了回去。辉宝也太让爱宝和爷爷省心了，简直不要太乖巧。爷爷甚至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爷爷紧跟其后，给瑞宝也带了回去，将瑞宝放在门口后，瑞宝也乖乖的走了回去。不过没一会儿的功夫，姐妹俩又折返了回来，但此时通道门已经关上了，姐妹俩则直接蹲坐在通道门口玩耍了起来。今天雨天，宋爷爷正隔着玻璃看乐宝，而乐宝此时正一脸享受的躺在小木床上，而福宝这里正在研究爷爷安装的护栏。福宝想给他拆掉，但爷爷安装的着实结实，福宝尝试未果。福宝转头离开，从独木桥上走过，就在快到达对岸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更不幸的是脸着地。福宝将摔倒的气全撒在了还没吃的小竹子上，将小竹子全推到了小亭子下面。福宝一阵撒泼打滚，由于太过兴奋，结果从小亭子上摔了下去，摔了一个大屁股墩。而福宝为了不让姨姨们担心，顺势来了2个翻滚，表示自己没事，亦或是在掩饰自己的尴尬。虽然现在瑞宝和辉宝将要来室外玩耍了，但是爷爷们从来没有因此冷落过福宝，甚至想尽办法用各种的实际行动打消姨姨们的误会。就在昨天雪地里已经很少有雪的状态下，爷爷从别的动物园区为福宝收集了满满2大桶的雪过来。而福宝在看到雪后很是开心，福宝围着小木床转了一圈，来到雪堆前，坐在了小木床上。福宝不管坐在哪里都能做出一副总裁的气场，福宝的气质真是与生俱来的。不过福宝的总裁样子总是维持不过3秒，第4秒福宝就毫无形象的抱着雪堆蹭了起来。福宝园区的通道门口正缓缓打开，不过今天先走出来的是爱宝，今天是爱宝生2胎之后的第1次正式营业。除此之外，与之不同的是，今天还是瑞宝和辉宝的第1次营业。不过爱宝离开门口好久了，瑞宝和辉宝都没有走出来，应该是有点害怕了。而江爷爷则开始在后面进行帮忙，直接将2姐妹抱了出来，然后堵住通道门口，防止姐妹俩再偷偷跑回去。姐妹俩胆小的抱着爷爷大腿不想松开，而爷爷离开时，姐妹俩始终都没敢走远，只是在通道门口处玩耍，啃啃石墙，感觉味道不好。然后又听听门里有没有声音，像是要回家。爷爷见状，只好将姐妹抱到中间，让其今天在园区放开了玩耍。之后姐妹俩开始慢慢适应，闻闻泥土的气息，爬爬爷爷的独木桥，仔细观察着园区的角角落落。而爱宝这里则开始了自己的度假时间，坐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美味的竹子。因为爱宝知道奶爸会帮自己看好瑞宝和辉宝的，不过爱宝也没有一直偷懒哦。当爱宝吃饱后，也有在陪瑞宝和辉宝玩耍。不过此时瑞宝的体型和爱宝比起来确实悬殊，瑞宝的整个身子还没有爱宝的大腿粗。瑞宝用尽全力的想要爬上去，但无奈腿实在是太短，根本上不去。不过最后收熊的工作，爱宝还是交给了奶爸，自己先下班回家了。将爷爷左手一只瑞宝，右手一只辉宝，走在下班路上。开始时瑞宝看到爷爷只抱妹妹不抱自己，还吃醋了，于是便主动跑了过来。将爷爷内心乐开花了，心想这下省事儿了。而今天爱宝在来室外园区玩耍时，彻底放飞自我了，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想带娃，疯狂抓树皮。而从野生动物角度上来看，爱宝的这个行为是在告诉其他动物，这里有大型动物警示不要靠近，更是为了不让其他动物来伤害宝宝。当爱宝确认自己的标记和留下的抓痕够用了时，便坐了下来，将瑞宝和辉宝搂在怀里一起玩耍，让瑞宝和辉宝充分享受着来自自己的母爱。2只小团子围绕在爱宝身边，画面看上去甚是可爱。而宋爷爷此时正在隔壁乐宝园区为乐宝修理小木床。之前乐宝给自己年龄立牌的拼音缩写啃掉了，这次爷爷不再只用胶水，爷爷进行了2次加固，不仅用胶水，还用钻机进行了打孔，然后用木头进行2次固定。用木头固定既可以达到固定的作用，如果乐宝再次进行啃咬的话，也没有什么危险。一会儿瑞宝趁妈妈不注意，自己来到了小树前，对着爷爷的小树啃了起来。这下福宝又多了新的帮手，为园区早日呈现黄土高坡的情形大大缩短了时间。因为瑞宝和辉宝只营业1上午，下午福宝需要回来休息。爱宝到点时便叼着瑞宝和辉宝往家走，为自己的大女儿腾地方。福宝这周的生活视频来了，这是12月29日，这天爷爷给福宝在园区铺了新的地毯，
福宝面对这个地毯表示很满意。爷爷今天则是直接打开通道门，让福宝来到了室外园区。此时，宋爷爷正在通道门口呼喊福宝去室外玩耍。因为江爷爷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那就是为福宝园区播撒种子。爷爷表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园区是光秃秃的了，已经没有了什么植物，所以需要再种植一些新的，让园区重新恢复一下生机。想必现在将爷爷种上种子，明年春天就可以长出来了。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在室外园区的雪地上散了会儿步。福宝走在雪地上的样子很是漂亮，有一种在观看北极熊的视角。福宝在园区逛了一圈后，来到了小木床上吃爷爷准备的大窝头。一会儿，福宝回室内园区后，爷爷留下来欣赏了一下福宝的大脚印。福宝留下的脚印很是清晰，这要是放在野外，就是标准的大型猛兽留下的痕迹。第二天早上，江爷爷来到房间叫醒福宝，让其起来吃小零食，顺便检查一下今天的体温。福宝一切正常，爷爷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让福宝来室内园区玩耍。下午爷爷再来时，看到了福宝在树上睡觉的样子，这惬意的睡姿看上去很是享受。今天爷爷给福宝的园区换了新滑梯，福宝来到园区后，很快便解锁了新滑梯的使用方式。这次的小滑梯很多细节都修饰的都很到位，高度宽度都有了新的调整，福宝2-3步就能爬上来了，而且平台变大了后，这样福宝躺下来再也不会露着半个屁股了。福宝在上面怎么玩耍都可以，玩累了可以直接顺着滑梯来下面，而且由于高度降低，福宝也不会害怕了。看福宝在滑梯上蹭来蹭去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爱爷爷这次的新礼物。如果你想说这滑梯是为瑞宝和辉宝准备的，那只能说瑞宝和辉宝现在还小，还不懂滑梯怎么去玩，要等再长大点才能解锁滑梯的使用方式。而且现在瑞宝和辉宝的心也没有在滑梯上，他们正处于妈宝阶段，每天只想着跟在妈妈屁股后面添乱，所以滑梯就先由福宝玩吧。福宝躺在滑梯上，伸着懒腰，别提多舒服了。不过瑞宝对园区适应的很快，瑞宝很明显是一熊，而辉宝则是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像是个哀熊。想必瑞宝遗传了乐宝的性格，辉宝遗传了妈妈的性格。福宝玩耍一阵后，肚子有点饿了，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刚运动完的福宝现在很有胃口，竹叶一口接着一口，吃得很香。而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已经吃完竹子了，此时来到了树上休息。想必这5分钟只能看福宝睡觉的样子了。依依接着再次去排队，想再看看福宝睡醒后的样子。今天周末来看福宝的游客比昨天不知要多了多少倍。只知道依依早上10点15到达的爱宝乐园，看到瑞宝和辉宝时都快1点了。但当看到瑞宝和辉宝时，依依刚才烦躁且疲惫的心瞬间就没有了。此时瑞宝正坐在小滑梯上玩耍，而辉宝此时正乖乖坐在妈妈身旁，姐妹俩一个文静，一个爱动。瑞宝在滑梯上玩耍了2天后，今天开始尝试抱着身前的小树练习爬树了。瑞宝站起身，卖力地伸着自己的大长腿向上迈去。虽然最后瑞宝没有爬上去，但成功给自己卡在了树缝里，也算有了一个突破。而辉宝看到姐姐在滑梯上玩得这么开心，自己也想要爬上去玩耍了。爱宝看瑞宝这笨兮兮的样子，来到滑梯上辅助瑞宝。爱宝守在其身后，让其大胆的尝试。爱宝是懂育儿的，孩子的每一个细节，爱宝都看在眼里。一会儿，观看时间到了，依依来到了室外。此时圣熙阿姨正在为福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而福宝正在高高的树枝上。而乐宝看到自己的大女儿在树上后，自己也爬到了树上。这个高度，想必这父女俩应该可以相互看到彼此。福宝在树上这摇摇晃晃的样子，看得姨姨们提心吊胆，因为这根小树枝实在太细了。一会儿，福宝从树上下来，福宝下树又引来姨姨们的一阵欢呼，这让刚才本就为数不多观看乐宝的姨姨们全给吸引过来了。福宝从树上下来后，先是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小瀑布，福宝对自己的小瀑布情有独钟。一会儿，依依在排队回来时，遇到宋爷爷正在室内园区陪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玩耍。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其可爱的样子，姨姨们能分辨出眼前的是瑞宝还是辉宝吗？那必然是调皮可爱的瑞宝了。宋爷爷变身大灰狼吓唬瑞宝，瑞宝虽然被吓得连连后退，但依旧高喊自己才不害怕呢。瑞宝调整心态，再次走向爷爷，爷爷抱起瑞宝，瑞宝还害羞地捂上了眼睛。爷爷让瑞宝体验了一下起飞的感觉，然后怀抱着瑞宝去找妹妹和妈妈。瑞宝在爷爷怀里并不安分，不断的折腾。当下班时，宋爷爷趴在小亭子上假装哭泣，瑞宝凑上前用小手抚摸爷爷，安慰爷爷。没想到爷爷突然的一个抬头，
给瑞宝吓了一跳。瑞宝表示爷爷真坏，不过宋爷爷的这个样子是多少姨姨们羡慕不来的。宋爷爷和瑞宝玩耍完，从地上给辉宝捡起来，怀抱着2只大熊猫，乐颠颠的回了家。依依第3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此时正趴在小亭子上休息，趴着趴着，小眼睛就眯上了，进入了梦乡。江爷爷的爱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江爷爷今天来到园区，看到福宝没有吃什么东西，似乎是没有什么胃口。江爷爷感觉应该是竹子的问题。此时江爷爷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江爷爷离开园区，一路小跑。江爷爷来到了爱宝乐园的竹林前，这片竹田当时种植的目的就是为福宝一家用来提供紧急食物的，而现在基本上是用来为福宝和乐宝挑食做准备的，以及爱宝坐月子时总是没有胃口，爷爷便也会来到这片竹田，为其准备一些新嫩的竹子。江爷爷在竹田里一阵忙碌，收获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江爷爷扛着竹子越过人群，来到了仓库，因为这些竹子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比较久了，上面有些许灰尘。江爷爷将上面的灰尘进行了清洗，清洗完后，江爷爷便扛着竹子准备给福宝送去。但在此之前，爷爷打算先让福宝回家来休息一下。而福宝此时又在门口和爷爷玩欲擒故纵了，表示爷爷没有小零食，自己是不会回去的。爷爷只好妥协。爷爷将福宝哄回来了后，自己去到室内园区为福宝放置刚才清洗好的竹子。而此时福宝就在门口等着，哪也不去。爷爷走之前还对游客们开玩笑道，福宝马上就出来，如果福宝不出来，自己就替福宝出来。爷爷离开后，福宝从通道门口走了出来。这次福宝出来后，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接着福宝拿过爷爷准备的竹子，开心的吃了起来，说明爷爷刚才采摘的竹子深得福宝胃口。忙碌完福宝后，爷爷坐在了爱宝和瑞宝、辉宝的监控器前，拿出自己的小日记本，开始记录爱宝以及瑞宝、辉宝今天的状态。这个日记本是江爷爷的第41本，从福宝出生到现在，江爷爷一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里面记录着他们的日常以及对他们未来健康长大的期望。爱宝忍受数月的情绪终于在今天发泄出来了。爱宝今天叼着辉宝，先是来到了小滑梯，然后叼着辉宝来了一个空中360度熊体旋转，最后因为嘴上没咬住，给辉宝掉了下来。爱宝索性一巴掌给辉宝拍了出去，嘴中默念去你的吧。但这还没完，爱宝走上前，紧接着第2次将辉宝叼起，将辉宝叼在空中，又来了一个360度空中摇晃。爱宝的这一操作直接给瑞宝看愣了。瑞宝心想，妹妹没事吧？就在瑞宝心疼妹妹时，爱宝来到小木床上，看到小木床上还有一个，接着对着瑞宝又来了一巴掌，并说道：你也滚。之后爱宝潇洒离去，而瑞宝和辉宝并没有事儿。辉宝去到了草丛里躲起来，而瑞宝则在追问妈妈为什么生气，而福宝则在室外开心的玩雪，表示就这样揍他俩丫的，自己小时候挨过的揍他们也不能少。而乐宝这里更是淡定，悠然自得吃着竹子，既不用带娃也不用奶孩子，小肚子吃得圆鼓鼓的。就是瑞宝和辉宝挨揍后仍是不消停，姐妹俩自己又在小亭子上打了起来。刚才爱宝的目的可能不是单纯为了揍这姐妹俩，而是在教姐妹俩功夫，而看姐妹俩的这番打斗确实比之前有了点技术含量。福宝正在探索自己这焕然一新的园区，园区突然变得绿油油的，福宝多少有点不适应了。昨天宋爷爷为福宝布置好园区后，并在福宝的小亭子上放置了一把新鲜的竹子，为福宝一会儿出门做准备。很快爷爷忙碌完，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了。福宝从通道门口走出，福宝走出门时，第一眼便被眼前的这些景象所震惊了。福宝慢慢走，慢慢查看，欣赏着园区这前所未有的变化。当福宝转到小木床前时，福宝忍不住在这环境优美的园区产了坨青团。福宝始终都是这般不拘小节。之后福宝又来到滑梯上玩耍了一番，直到给园区逛了一圈后，才开始往小亭子上走。或许福宝不但是对爷爷刚铺的草地感到好奇，还或许是因为刚才瑞宝和辉宝在上面玩耍，上面还残留着他们的气味。不过福宝闻过一圈后，没有察觉到什么危险的气息，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反应。于是福宝回到自己的小亭子上，准备开始吃爷爷刚才为自己准备的竹子。福宝坐下来后，先是从竹子堆里找出了爷爷刚才放置的窝头。经过刚才的一阵闲逛，福宝明显已经很饿了。福宝对着窝头大快朵颐着。窝头吃完，福宝接着拿起了身旁的竹子。就在福宝吃竹子时，吃着吃着，福宝给自己转了个身，然后翘起了尾巴，直接在小亭子上拉起了青团。福宝这洒脱且随意的心态，不仅没让姨姨们感到反感，反而觉得福宝这个不拘小节的性格很可爱。江爷爷摆弄着小脑袋，
正在和瑞宝、辉宝玩耍，不知道将爷爷头摇得晕不晕。今天瑞宝和辉宝给身上造得脏兮兮的，姐妹俩趴在小滑梯上望着彼此，简直不要太可爱。辉宝觉得自己离姐姐有点远，还给自己往前挪了挪身子。瑞宝看出妹妹的意思，也主动迎合着妹妹向前爬了爬。姐妹俩有点相互奔赴的意思，简直不要太可爱。而此时爱宝正在吃竹子，一口接着一口，看着爱宝这大口大口咀嚼的样子，就知道今天竹子很可口。没一会儿，一个小脑袋从竹子堆里探了出来。有依依能认出这是谁来吗？先给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不是福宝。看鼻子上这一个圈圈，是辉宝没跑了。上一秒姐妹俩还在好好的玩耍，等依依再回来时，姐妹俩便又打闹了起来。姐妹俩躲在小树后面给自己打掩护。不过辉宝看上去精力更旺盛一些，看来辉宝这是逐渐适应了室外园区的生活，而眼前的南天竹却遭了殃。而今天瑞宝就显得文静了许多，小手握着观景竹，小心翼翼的观察。而此时宋爷爷正在室外园区陪着福宝，用手机记录着福宝玩耍的样子。随着天气开始变晴的原因，福宝的园区的雪也融化的差不多了。福宝最新一周的生活终于来了。此时的福宝和乐宝正在干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己的园区打标记。真不愧是父女俩，打标记的时间都一样。福宝给小滑梯做完标记后，来到了自己的小亭子上吃竹子。爷爷夸赞福宝今天的竹子吃得很是仔细。福宝手里的竹子一口接着一口，直到吃到自己的肚子盛不下，甚至需要去草丛里方便一下时才停了下来。福宝在草丛里解决了一下自己的内需，然后来到了爷爷刚安装的小滑梯前。爷爷找出了福宝小时候玩滑梯的样子。福宝现在只是体格子大了，但是细节和动作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福宝来到小滑梯上后，开心的躺了下来，和小时候简直不要太像。兴奋的福宝接着就对着这崭新的小滑梯来了一口，而江爷爷则只会在旁边耶啵耶啵。福宝每一个动作对爷爷来说都是漂亮可爱的。福宝在小滑梯上玩着玩着便睡着了，福宝的小手捂着小脸，爷爷夸赞福宝就连睡觉都是这般可爱。第二天白天，园区再次变成了雪原。爷爷表示昨晚园区下了一场很大的雪，而福宝也再次变成了白雪公主。福宝走在园区，享受着雪地上这软绵绵的感觉。爷爷表示福宝的大皮靴质量不错，还有防滑的作用。就在安装完新滑梯的第二天，园区再一次迎来了新的改变。爷爷们给福宝的园区铺设了新的草皮，这些草皮可不是假的，都是真草皮。重新铺设了草皮的福宝园区有点像是高尔夫球场。福宝在园区里走来走去，观察着园区的新变化。福宝在新的草皮上转了一圈后，去到了室外园区。此时室内的通道门再次打开，爱宝领着瑞宝和辉宝走了进来。爱宝刚出门，姨姨们就感觉到了爱宝的气场，而瑞宝和辉宝紧跟在其后，乐颠颠的跑了出来。江爷爷还在视频最后祝大家周末玩得开心。